中法刚达成各种深度合作的协议，法国就来了一个神操作，他要卖掉他自己位于南印度洋的一个小岛，而且开价还挺高的，显然呢是要找一个大买家。而这个时候呢，要卖这个岛啊，它也是释放出一种信号，我们中国到底要不要考虑把它买下来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法国要卖的这个岛啊，叫做凯尔盖朗岛。你要说它是个小岛，还真不太合适，它还不小，还真大呢。这是一个大型火山岛，面积啊达到了6700平方公里啊，好大的这么一个岛。不过这个法国觉得呀，现在这个岛对他来讲已经是个负担了，因为这是当年啊，大概在1772年的时候，法国这个航海家凯尔盖朗他发现这个地方，所以就用他的名字给命名了嘛。不过现在对法国觉得他也没有这种印度洋和这个全世界的这种大的这种战略布局，这个岛对他来讲还是个经济负担，所以就想把它给卖出去，而且开了一个很高的价格，达到了600亿欧元啊！很显然，一般的人还买不了，肯定是要找一个大买家来买。你要说这个岛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凯尔盖朗岛要说起来啊，3点。这第一呢，它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第二呢，这自然环境不好。第三，这个岛啊是天冷风大，不适合于种菜。它这个岛位于哪儿呢？我们看这个地理位置啊，它在这个南印度洋的中间，靠近南极那个地方，距离南极大陆大概只有2000来公里，而距离非洲这边大概是3000多4000公里，而在距离这个澳大利亚这边呢，正好4000公里，可距离我们亚洲地区那可远了。经常会说嘛，这是被这个世界遗忘的这么一个小岛。但这个位置你要说起来，这个战略位置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它能够成为在印度洋地区，特别是南印度洋地区，还有这个南极地区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无论是它的军事价值，还是在未来一个全球格局的布局中的一个位置来说呢，应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作为我们中国来讲，是不是要考虑它呢？然后我们来看几个点。首先一个，这个岛啊，它这个战略位置是很重要，可是它并不在这个主航道，而且离主航道也确实非常的远。因为你看嘛，我们的主要经济活动都是在北半球，这地方基本都快偏到南极那边去了，这个航运啊各方面价值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是它确实是在南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而且在现在这个时候，法国把这个岛说要卖出来，连主权都可以一块卖，就是你要出了钱之后，这个就算你的领土了。这个呢是挺强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如果真是要买的话，谁能买呢？这全世界很明显，这有点指向中国的意思。法国也把这个当成了一个筹码，反正我要卖出去。如果中国要是假设能买了，那不管卖得成卖不成吧，这信号你美国你也就看到了。第二一个，咱们说这个岛上的这个资源呢，确实是这个比较少啊，没有什么。那最大的资源就是风。这个岛呢，一年啊，差不多平均气温在4摄氏度左右，而且大风不断。据说这个一年得刮这个10个8个月的这大风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那植物也生长不了。而且据说呢，这地方由于风大呀，长翅膀的动物都退化了，那蝴蝶的翅膀都退化了，那蝴蝶最后它进化出来都变成爬虫了啊。这个岛上没什么资源，可是有一点很重要啊，这个地方的渔业资源和各种周边的这些资源非常的丰富。你想想，如果说他连主权都给卖出来啊，那你就可以拥有这个土地权，拥有国土权、领海权，还有经济专属区的这个主权权利。那这个长期的利益来说，那可是非常有用。所以第3点，我们再来看这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就说了吧，如果是从这些角度来考虑的话，那确实是不合适的。你看你买这么一个岛到底干什么？搞旅游也没什么人去。可是从长远上来看，对一个国家的全球的这个布局上来说，这个大格局角度来讲，它是划算的。第二一个呢，岛拿下来之后啊，从长期的收益上来看啊，就单凭渔业资源啊等等这些收益，它也是划算的。不过这个价格就是太高了。当然说不准法国是不是真的就想把这个岛卖出来，不过他要卖的话也很难找到这个合适的买家。要真想卖的话，闹到最后可能还真是要降价才能卖出去。如果说这个价格合算的话，我们还真是可以考虑从这个长远的布局上来说，我们确实也需要在南印度洋地区有这么一个战略的落脚点。